有这样一种机器，估计你可能听说过，但不一定见过。它的唯一功能就是让人疼，而且这种疼有个特点，男人这辈子碰不到，但是大多数女人的一生中会经历一次或者多次。这玩意儿就是分娩镇痛体验仪。镇痛体验仪听起来有点像是谍战片里的刑具，对吧？但它其实已经是一项成熟且独具特色的体验项目了。像近年来某些医院会定期搞一些公益活动，让准爸爸们通过这个仪器能亲身模拟女性生育的辛苦和不易。而它的原理呢，说起来也不复杂，应用的是一种叫做经皮神经电刺激的技术，其实也就是一种通过电流刺激模拟分娩疼痛的设备。先把电极片贴在体验者的肚子上，通过电脉冲经声压电路放大后施加于体验者腹部，让肌肉和神经自己在那抽搐，然后再经神经传递至大脑，这样就能让体验者感受到类似宫缩的痛感。有意思的是啊，这项技术原本是拿来减缓疼痛、放松肌肉的。同样一道电流，参数一调变成了刑具。这就好比是黑色的丝袜往美女1.8米的大长腿上一穿，自然很性感。但是往1.8米的大汉头上一套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这种疼痛体验按等级通常可分为1到10级。大多数参与体验的汉子们刚开始一个个都嬉皮笑脸，但一上强度就绷不住了，3级就开始发抖，5级咬牙切齿，7级以上直接痛到变形。现场有尖叫狼嚎的、求饶的，还有腾出表情包的，一个个都破防了。能坚持到满级疼痛，生完孩子的好汉还真不多。要是有唇瘾大的朋友呢，甚至还可以佩戴 VR 沉浸式系统，来一个3D 立体无死角体验。有的朋友可能就要问了，男人的身上也没有生孩子的零件啊，就凭这几个电极片，他既不像足疗吃劲时候那样猛攻肾区，也没什么大铁棍子医院童主任，用道具对你的皮燕子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，怎么就能模拟出生孩子的真实痛感呢？而这模拟出来的痛又到底是什么部位在痛？是不来的痛，还是好像有100只大象短的甩过去的痛？这个怕是有点痛哦。哪个不同？其实这种模拟的痛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，它的波形和强度是根据大量产妇的疼痛报告建模，再以疼痛的体感进行分级。学术上有一个衡量的标准，叫做麦吉尔疼痛指数。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真要命，这句话大家都熟，但牙痛顶多只算是4级疼痛，烧伤刀伤的程度也就只够得上6级，甚至以疼而著称的肾结石发作，充其量也就7级而已。那10级还不得疼到飞起啊？这么形容吧，约等于剖腹产不打麻药，骨折了还要踢个世界杯。实在想象不出来的猛男，也可以参考如下情景。而真实的分娩过程，这种级别的疼痛，产妇通常要忍受几个小时，甚至10几个小时。比起真正的生育过程，体验者的这几分钟只相当于马拉松之前做了个热身而已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啥总感觉男性对于疼痛的忍耐力不如女性？是男的太矫情，还是女人更能扛？这里面其实是有讲究的。没关系，你已经很棒了。从生理上，女性分娩的时候，身体自动打开了3个外挂。第一个，大脑大量分泌内啡肽，这是一种天然的镇痛物质，疼是疼，但身体同时在给自身减轻痛苦。第二个是女性的整个生长期和发育期，身体机能一直都在自我调节，为这个神圣的时刻做准备。女性的生理期、排卵期和孕期，雌激素会剧烈波动，也能够显著降低疼痛阈值。第三个则是心理层面，在怀孕到生育的过程中，准妈妈们清楚地感受着生命孕育的过程，每时每刻都在为这次人生蝶变做着心理准备。她们知道阵痛过后将迎来和宝宝见面的幸福时刻，这是一场必须胜利、不能退缩的战斗。这种有确切目标的希望激发出的强大母性，正是支撑女性战胜剧痛的精神力量。而这3个外挂，男性体验的时候是没有的，只能用血条硬扛。但是正因为既没有考核要求，也不用以命相搏，缺乏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，哪怕进行到一半实在扛不住，也可以随时喊停。所以这根本不是性别的差异，更像是反映了在不同角色、不同状态下各自的本能和应激反应。在真正的生死考验面前，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迸发出惊人的毅力。烈火中紧咬牙关的英雄邱少云，无麻醉眼部手术的军神刘伯承，以他们精神之强大，区区疼痛根本不配作为对手。
假设现在是 S3赛季和倭国对线中，面对族谱单开的机会，冲还是不冲？你怎么选？这甚至都不是选择题，因为我知道咱们等这个时刻已经太久了。所以说，阵痛模拟更应该看作是一种共情体验，而不是疼痛比赛。这毕竟只是一种机器设备，对于健康成年人风险很小，但也绝非零风险。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，尤其是有基础疾病者，存在明确禁忌，不建议尝试。2022年曾报道过一则真实案例，一男子在女友要求下到月子中心体验分娩疼痛，当疼痛达到10级时，男子实在难以忍受，挣扎求饶，但女友却仍然持续加大电流，整个体验最终历时长达1个多小时，该男子彻底虚脱。结果回家后出现腹痛、呕吐等症状，到医院一检查，坏事了，小肠已经坏死，最后只能手术切除。随后婚礼也被取消，两家人还闹上了法庭，这就叫过犹不及。一次简单的体验，就因为没把握好分寸，对2个家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。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，男女本就有不同的分工，一个家庭是由2人共同维系的，没必要分个你高我低。但是由于两性生理上的差异，女性确实承担了更多怀孕的艰辛和生育的痛苦。作为男性，出于对妻子的爱，来一场感同身受的体验是完全正常，也有益于情感增进的。当他们疼过之后，对妻子就更多了一份理解，但前提是应该建立在身体条件适合、双方充分沟通且完全自愿的情况下。换位体验不该是因为理所应当的道德压力，而是出于我想经历你所经历的痛苦，这才是对爱人的尊重。好了，利弊都说完了，想体验的猛男们做好面对疾风的准备，去生个孩子吧。